为什么几千年来中国人还在使用原始的筷子，尽管他们现在比西方先进了？这是外国网友在海外最大问答网站 Quora 上的提问。想必这是很多西方人觉得不可思议的问题。在他们眼中，筷子似乎过于简单粗鄙，甚至可以说原始。在这个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，为什么中国人没有选择更加先进的西方刀叉呢？我们今天就来揭开这个问题的真相，看一看筷子在中国人心中的重要地位。中国是筷子的发源地。关于筷子的起源，民间有一些传说。一种说法是，姜子牙在钓鱼时，鸟叼走了他的鱼饵，他用丝竹去夹肉，丝竹冒起了青烟，他认为是神鸟的启示，从而发明了丝竹筷。另一种说法是，殷商妲己为讨纣王欢心，用玉簪做筷，夹菜为纣王进食。另有一种说法是，大禹治水时，为节约时间，用树枝捞取热食，这被认为是筷子的起源。当然，根据历史文献和考古研究，筷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。原始社会人们以手抓食，随着烹饪技术的进步，比如羹汤类食物的出现，用手抓食就很不方便，于是人们就随手采摘细竹和树枝来捞取食物，这可能就是原始餐具的雏形。到了新石器时代，主食米豆用水煮成粥，副食菜肉加水烧成多汁的羹。食粥用上笔，从羹中捞取菜肉用餐匙极不方便，于是铸变应运而生。在仰韶文化遗址中，已发现笔池，随着人的智慧发展和烹饪的进化，铸逐渐出现。到了夏代，铸还处于雏形，经过数百年的演化，至商汤时代渐渐形成比虎口长一些的两根长短相同的小棍棍。筷子在殷商时期初具形态，最初的筷子是由竹子制成，形状简单，功能单一。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筷子是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出土的铜筷子。韩非子《月老》中提到昔者纣为象柱，而箕子布，可见3000多年前的中国就已经出现象牙筷子。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筷子在当时社会上层已经被使用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古代中国人用箸来夹日常的食物，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饮食方式。筷子不仅仅是用餐工具，更承载了中国人对食物、生活乃至自然的深刻理解。为了尽量减少食物浪费，人们发现筷子可以更加精准地夹起小块食物，减少因刀叉切割而造成的食材浪费。节俭便是筷子得以延续的另一个原因。在名称方面，先秦时期筷子叫夹，《礼记》中耕织有菜者用夹的记载表明，当时的筷子是一种专门夹东西的工具，且多为木质。到了汉代称注，唐诗宋词中涉及到筷子都用注来表述。筷子的叫法出现在宋代，当时面条在宋代开始在民众当中流行，用筷子下面吃面非常方便，促进了筷子在民间普及。此外，宋代漕运、海运发展，船工队伍壮大，由于注谐音注被认为于行船不利，所以筷子的说法逐渐在俗语中取代注，但两者在书面语中仍然混用。直到民国时，书面语中已多用筷不用注。在材质方面，筷子的材质不断丰富，除了最常见的竹筷和木筷外，还有金银铜铁锡、象牙、瓷器等材质的筷子。不同材质的筷子在不同阶层中使用，如贵族可能使用象牙筷、金银筷等，普通百姓则多使用竹筷和木筷。而现代又出现了不锈钢筷、钛合金筷、密暗材质的塑料筷等。在功能方面，筷子最初主要用于夹取食物，后来也用于搅拌食物，甚至在一些特殊场合具有了一定的文化和艺术功能，比如蒙古族的筷子舞就是用筷子来伴舞。在现代，除了作为餐具，筷子在设计方面融入了更多的传统工艺，成为人们收藏的选择，并且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之一，在对外文化交流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随着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频繁，筷子也逐渐传播到周边国家，这其中朝鲜半岛是最早受中国筷子文化影响的地区之一。两汉之间的公元前后，朝鲜半岛上逐渐形成了高句丽、百济和新罗等国家，他们都与中原王朝有着紧密往来。目前朝鲜半岛发现的最早的筷子发掘于韩国百济武宁王陵，其材质为铜。武宁王卒于公元523年，生前与当时中国南朝梁武帝有密切往来，这充分说明至少在公元6世纪左右，筷子已经传播到了朝鲜半岛。此后，筷子在朝鲜半岛逐渐普及，成为当地人的主要餐具之一。筷子传入日本，一种观点认为，隋朝时期，日本派遣使臣到中国学习交流，在此期间接触到了筷子文化，并将其带回日本。另一种说法是，鉴真和尚东渡日本，对于传播筷子也起到了重要作用，因为日本的用筷与佛教寺庙和神道教关系密切。日语中，筷子本就被称为箸，读音为 hashi， 在日本的饮食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。此外，与中国接壤的越南，历史上长期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，筷子也自然传播到了越南。越南语中筷子的读音为挪。越南人在饮食习惯上与中国较为相似，筷子成为他们日常饮食中的主要餐具。对于中国人来说，筷子不仅是一种餐具，
还是文化的一部分。虽看似平凡，却蕴含着深厚的意义。尺寸上来说，筷子通常7寸6分，代表着人的7情6欲，提醒人们要懂得克制欲望，保持理性与平衡。形状方面，筷子一头圆一头方，圆象征天，方象征地，对应着古人天圆地方的认知，寓意着人们在天地之间应秉持中正之道，行事有规矩，做人有原则。同时，两根筷子相互配合，缺一不可，体现着合作与团结的力量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人们用筷子夹取食物，传递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食的尊重，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智慧、礼仪与价值观。每一根筷子都是细长的，这和中国人的均衡思想有关。它甚至涉及到个人修养和生活态度的象征。在家庭生活中，筷子象征着长辈的智慧和对后辈的关爱。人们在用餐时的礼仪规矩、筷子的传承方式等，都深深融入了中国的家庭观念和社会关系。在中国，餐桌礼仪被视为道德规范的一部分。筷子并不是随意的工具，如何拿筷子、使用筷子，甚至不能将筷子插在食物上，尤其是米饭，因为那会联想到祭祀。这一系列规矩不仅反映出对他人的尊重，更是对祖先的敬仰。儒家哲学认为，筷子的使用方式是对生活方式的高度总结。孔子曾说过，君子不食，不失礼。他强调餐桌上的礼仪和节制，筷子这种平衡不锋利的设计，刚好符合孔子的中庸之道。这种传统也延续到了日常生活中，如用餐过程中的节奏、动作甚至姿态，都融入了儒家思想对个人修养的重视。受到儒家和道家哲学的影响，筷子的设计和使用都充满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。筷子本身以天然的材料制成，竹子、木头等象征着谦虚和节俭。中国人认为食物的美味和营养不需要被武器化，筷子作为一种延伸，恰如其分地表现了中国人崇尚的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。在中国的传统宗教思想中，尤其是佛教，吃素食是修行的一部分，而筷子适合于夹取各种蔬菜豆腐，甚至利于把食物分成小块，符合中国人注重食不语、专心品味的餐饮哲学。这种观念影响了人们对食物的态度，认为用餐不仅仅是进食，也是对天地滋养的感恩。筷子的使用简洁、温和，不具攻击性，符合佛家追求的无杀生理念。一些充满优越感且傲慢自大的西方人污蔑筷子是原始不变的工具，但事实恰恰相反。筷子是一种非常灵活且轻便易携带的餐具，它可以夹取各种形状、大小和质地的食物，无论是小小的花生米，还是滑溜溜的粉条，筷子都能轻松应对。通过手指的简单操作，就能够实现精准的夹取动作，这需要很高的手部技巧和协调性。在中国饮食文化中，许多菜肴都是经过精心烹饪和切割的，比如宫保鸡丁，菜品里有鸡肉丁、花生米等多种食材，使用筷子可以很方便地从菜肴中选择自己想要的部分，而不会像使用刀叉那样破坏菜肴的完整性。现实生活中，筷子多是由竹子、木头等天然材料制作而成，相对一大堆西餐餐具，节能环保优势明显。此外，现代科学研究表明，用筷子需要手指、手腕和大脑的精细配合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锻炼手部肌肉和关节，促进手部的灵活性和协调性，这有益于大脑的发育，对智力发展有积极影响。令本博感到有趣的是，中国最早用于饭桌的刀叉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。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制餐刀，距今已有7000多年历史，当时主要是用来切割肉类。1995年，青海宗日遗址出土了骨叉、骨刀、骨勺等成套的原始社会餐饮用具。经碳14测定，这些刀叉距今大约有5800年的历史，其形制与现代西方普遍使用的餐叉形状、大小都较为接近。西北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骨制餐叉，距今至少4000年历史，这里出土的餐叉是3齿状的，和现在西餐用的叉子类似，并且出土时与勺子、刀一起，说明当时餐叉、勺、刀是3件配套使用的。这些出土文物充分证明了中国使用刀叉作为餐具的历史源远流长，比西方使用刀叉的历史要早得多。后来随着中国烹饪技术的发展和饮食文化的丰富，筷子逐渐成为主要的进食工具，而刀叉的使用则逐渐减少。反观西方，刀叉作为欧洲人的餐具始于中世纪，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上层社会普遍使用也不过是17世纪左右的事，距今也就几百年的历史。刀具有明显的武器特性，在餐桌上使用刀叉并非仅仅为了进食，而是因为刀具在西方文化中象征了力量和对食物的征服。这种餐具设计也反映出西方文化中个体对自然的征服意识，而筷子使用的方式柔和，注重协调，体现出东方人与自然共生的理念。那么回到最初的问题，为什么几千年来中国人还在使用筷子？筷子的价值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历经千年好用的工具，还是中华文化的载体。在家庭聚餐中，筷子往往是一代又一代传承的象征。
中国人依然坚持使用筷子，是因为它承载了家族、情感和精神上的纽带。每一顿饭都是文化的再现，每一根筷子都是历史的传承。那些认为中国人落后的观点，往往是带有偏见和对文化的误解。筷子的简洁与巧妙，恰恰反映出中国文化中的哲学与智慧。筷子的存在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，更是人们在饮食中秉持的道。西方现代社会也开始强调环保和精致的生活方式，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甚至在使用筷子。毕竟身体是诚实的，因为他们也意识到这种古老工具的独特魅力。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，筷子不仅没有被淘汰，反而成为一种超越时间的文化符号。筷子或许看起来简单，但它却融合了中国人对生活、自然和哲理的理解。筷子存在的意义远超越进食工具本身，它代表的是中国文化中所传承的智慧、对和谐的追求以及对历史的尊重。西方人或许觉得难以理解，但这正是多样性文化的魅力所在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如果您有任何观点或见解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。下期节目我们再见。